心化作絮，沾染几缕相思。谁在临摹你的笔迹？落红满地，飘过几世风雨，唯有缘分不可抛弃。迷醉梦里掠过几声悲喜，谁在试探我的情意？黑白对弈，各执几厘几字，输赢难断，爱恨故里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，需要守。千头万绪，我在海里寻觅，花心难离，有太多迷离。手握清风，采摘动力，一起有过谁人与我相依？千丝万缕，我在海里回忆，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。落红挂里，长歌一曲，一袭梦里难言与我别离。这究竟要怎么破解呢？伟业，伟业，来，喝汤。啊，这是我让张姨特意炖的参茸鸡汤。这么晚了，爹还给我炖汤呢。张姨炖了4个钟头呢，赶紧喝了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就喝。那我回屋了。好。伟业，你是不是掉东西了？啊？哦，一张废纸，没什么。对了，以后晚上早点回来，别让我担心。吃吧。爹早点睡啊。哎。哟，回来这么晚啊？可以出去野了，开心吗？很开心啊。哎，林航景，你别以为我爹什么都听你的，宠着你。要不是三哥在爹面前帮你求情啊，你以为你能去女校教书吗？三哥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已经都知道了，是你在爹面前求的情，才让我能去女校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你说了算。我想去床上睡。杭景，杭景，我觉着我们这不像睡觉。那像什么？下棋，我们中间隔着
楚河汉界。那就对了，防止你飞象过河，一整个晚上，你的手、你的脚、你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可以越过这条线。哼，这话说的，哎呀，林航景，我告诉你，我萧北辰长这么大，敢这么对我的人，唯独你一人。哼，我这是防君子，不防小人。防君子，不防小人。这样行吗？挺好。成景女校，新开的女校啊，一学期5块钱，5块啊！对呀，太贵了吧？是啊，女孩子上学太贵了，5块这么多啊！火车进站，大家往后站，那边的退后。嘿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你看，在那儿。杜教官，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杜教官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成长了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走吧，上车聊。走。杜教官，就是这份加密文件。就算能破译出来，应该也需要很长时间，不会耽误你们吧？这无妨，我只在乎这里面到底暗藏着什么。我尽力而为。太感谢您了。您既然来了，那我们怎么也得给杜参谋接个风吧。去明玉院。参谋。我早就说过，以您的才华，不在部队里面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以后可不只是帮忙这么简单了。哎呀，杭景，你就别忙了，一个报名的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这报名表什么时候才能用上。是啊，我们都已经免费3个月了，这学校的水电、桌椅哪样不要钱啊？哎，有人了，有人了，有人来报名了，真的！哎，来，这边。请问你们是来报名的吗？啊，请问你这上的什么课呀？我们2个都不识字，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？这上面写的是文化课，主要有国文、算术、英文，还有初级的物理和化学。洗衣做饭、缝缝补补、做衣裳，还有做鞋子，这些课都有吗？没有。有没有伺候人的活？教不教端茶送水的规矩？我们呀，还想把她送到像您这样的大户人家做丫鬟呢。是啊。其实我们希望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，是为了以后在社会上立足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拥有尊严和自由。这个林老师说的什么外国话呀？其实女孩子嘛，早晚都得嫁人，不用当什么女秀才。爸，我想念书。念什么书啊？
家里饭都吃不上了，哪有闲工夫让你读书啊？咱们穷人家的女孩子呀，将来能嫁个好人家，那都是烧高香了。林老师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再回去好好想想。是啊，我我想念书。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我想念书。杜教官，书局2楼的铁柜子里有5张银票，都是万川银号的；1支钢笔，美国派克牌的，还有一本《新定增传字典》，共12册。我们应该因材施教，开设一些实用课程，满足实际需要。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，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。林老师，听说你们女校招不到学生啊？这才没几天呢，以后会好的。以后？我看你是异想天开。你现在让一帮穷人家的女孩子去读书，他们的心思根本只想着如何维持生计。这读书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。别说他们了，就连那些富人家的女孩们，都想嫁个门当户对的，待在屋子里面当阔太太。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女人几千年来都做了男人的附庸和奴隶。别说主子和丫鬟了，就连夫妻又有多少真正的平等？要打破这样的禁锢，就是要从女子教育入手。行，那你所谓的平等，到底是什么？是独立。有了文化，女子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，实现经济的独立。一切开销都可以花自己的钱，不用卑躬屈膝看人脸色，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被抛弃了就一无所有。其二，就是精神独立。有了文化，女子会懂得自己不是男人的陪衬和附属，不用把自己摆在卑躬屈膝的位置，才会更努力地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前进。照你这么说，那现在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？当然有了，我们中国就有唐群英、秋瑾，她们巾帼不让须眉，大胆参与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国。就说线下，金陵女子大学的王明珍同学对统计物理学就有了深入的研究。国外呢，还有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，她在我们还是清王朝的时候就2度获得了诺贝尔奖。还有佛罗伦斯·南丁格尔，她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，她一个人啊就挽救了无数战争中的伤员。这些女性都是我们新女性最好的表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去教他们读书，他们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？我当然没有这么厉害了，教也只能是教一些皮毛。不过我希望我们国家能有更多这样熠熠生辉的女性，这也是女校所在的意义啊。哪怕只有1个女学生，也是值得的。小姐，咱还要继续逛吗？这是加曼小姐。回去吧，是吧？反正百货公司也没有什么新款式。加曼小姐呢？小姐，那边是不是在拍电影啊？哎，咱就过去看看呗，凑凑热闹嘛。
哎，行吧，反正横竖也是无聊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江曼小姐，哎，啊，导演，你看一下啊，小姐，这个场景啊，那个姐姐我们要好好利用。好漂亮啊！这个镜头呢很重要啊，这句词可以删掉。还有这个，好吧？这场戏呢，主要是突出你和男一号之间的暧昧关系啊，一定把这个氛围啊给我呈现出来。好的。凤琪姐姐，舒怡，杭景，来了。杭景，你这么早把我们叫过来，要做什么呀？啊，哎，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没什么，我觉得我们之前的招生简章写的有点太文绉绉了，所以我昨晚就把它改了一下。合着你就改这个改了一晚上啊？来，女孩子学会识字，可以看得懂借条、房契、招工的条件，方便自己不会受骗。学会算数，买柴米油盐、布匹鞋样，都可以自己记账算账，不用求人，不吃亏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挺好的。哎，是吗？太好了，这就叫对症下药。你写的呀，都是普通人家女孩最关心的问题。哎，这样家长和同学们也会明白念书的益处。太好了，是容易多了。我们赶紧把它发出去吧。哎，行，好。哎呀，你们又来晚了。哎，后面的别着急，等一等啊。还是晚了。这么长的队伍呀，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半天没出来一个人。谢谢老师。下一个。您让你终于报上名了。三少夫人啊，不，林老师，您上次不是让我们回去好好想想吗？现在想清楚了，这书啊，要念。做父母的怎么能白白耽误女儿呢？什么算术啊、识字，还有那个什么理、什么画，我们都让她学。快一点吧啊！大家不要喧哗，大家不要喧哗。来的人太保多了，证今天来的我去每个人拿报名表。都能报上名，好吗？大家不要喧哗了。哎呀，好久了。好了，按个手印吧。好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耽误的啊！来，谢谢老师。谢谢了，报上了吗？报上了，咱们再回那边去啊。走啦。您请。又好了一个。哎，魏老师，我有点事情，您能来帮我一下吗？好，你去忙吧。大家不要着急，希望大家有秩序的排队，我保证，让你们的子女都能报上名。好。我说吧啊，没想到报名的人那么多哈。可不是嘛，那队排的啊。哎，到前面，走，快走。大家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啊。三少说了，只要是报名参加城景女校的，学费全免。学费全免。以后要是能够坚持1个月不落课的，每个月奖励1块大洋。咱们三少还说了，从今以后啊，由城景女校毕业的女生呢，都会由北新商会出面，为所有的人争取一份工作，让所有人都能学以致用，自食其力。慢慢来啊！大家排好队。赵叔，你来了。那我先进去。好，您先忙。三少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只要我们的女儿去城景女校读书，她将来就能去医院、银行、那个航运公司工作，去伺候那些有钱的先生跟太太，是这样吗？那当然，只不过他呀是去工作，不是去做工。等他学了一技之长之后，他呀是去服务顾客，不是伺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是。哎，三少，这些地方将来不会食言不要他吧？
这位大娘请放心，税务局已经在拟定新的政策，凡是录取成景女校的毕业生，每个单位每年免税20%。只要我萧北辰还在北新一日，这政策就不改了。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拥有更多独立的女性，那么我们身边就会减少很多悲苦的母亲、易碎的家庭以及不幸的灵魂，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教育。所以今天我愿意站出来资助女生的课业，日后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女校，让女生能和男生一样，能够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急。你怎么来了？三哥，谢谢你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杭静，杭静，醒醒！来，我们把药吃了吧。啊！张嘴。怎么样，三哥，你快看看，还是杜教官厉害，已经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。还是费了些功夫的，多亏韦毅观察仔细。韦毅说，这个密电是跟新定增篆字典放在一起的，每一个英文字母，每一个数字，都以字典的册数、页数、行数、位数相对应，所以就能找到相对应的汉字。经过重新排列组合换算之后，得到结果。现在就算知道内鬼代号，该从何查起呢？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书局一定是内鬼跟康司令的联络站。但遗憾的是，情报单这条线无法推进下去了。既然已经知道了内鬼的老巢，不妨让他自己慢慢浮现出来。你的意思，引蛇出洞？小姐，怎么样？
这可是姑爷昨天连夜让人布置的。你说这是为了谁呀？金香，我看你最近是越来越多嘴。不是我多嘴，是我家小姐和这姑爷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三少奶奶，前厅来客人了，司令和夫人叫您过去一趟。谁呀？郑市长家的千金从法国回来了。那不是四小姐嘴上经常说的？小宝宝，凤琪啊，这算起来你在法国也待了5、6年了吧？是啊，好久没见你们了。爹，七佳曼，杭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你们俩原来认识啊？那太好了。凤琪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杭景啊是你三哥的媳妇儿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三哥的媳妇儿啊！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老爷，哎，那个东大营那边来电话了。哦，好，哎，你招呼一下。好，走，我们进来坐吧。好，走，来，走。前2天啊，在大美百货，多亏了杭景帮我抓小偷，否则啊，我的钱包可就没了。我们家杭景啊，就是热心肠，就爱帮助别人。既然你们认识了，那就好了，也不用我介绍了。看看这俩小家伙长这么大了，还记得凤琪姐姐吗？小时候我可抱过你们呢。凤琪姐姐真漂亮。凤琪姐姐，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。这次回来你可不能走了，你要好好在校府陪我。你呀，还跟以前一样没长大。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？哎，三哥，你看谁来了？小粽子，小卷毛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好几天了，我可终于见到你了。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外号呢。那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别看他现在窈窕淑女的样儿，打小啊就喜欢把自己鼓得跟个粽子一样，里3层外3层的。还说我呢？别看你现在是军团长，小时候一头卷毛，只要梳不直头发呀，就哭鼻子。谁哭鼻子了？你哭鼻子呀！快坐吧，快坐吧，快坐吧。嚯，这什么呀？你怎么还爱喝这草莓味的汽水啊？这多少年了？你小时候不也喜欢喝汽水吗？我记得你喜欢喝的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着？山海关，对不对？看来啊，还是我凤琪姐姐最了解三哥啊。他怎么能是最了解我的呢？我必须最了解你啊！你从小到大都很洁癖，衣服啊、被子啊不能有一点点脏东西。哎呀，我记得上学堂的时候啊，七姨娘来来回回啊给你送了好几趟呢，是不是啊，七姨娘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家老三小时候最能折腾人了。你们3个今天压根就是联合起来批斗我。才听出来呀，就是批斗你呢。凤琪啊，爹，在家里住得好好的，干嘛要搬去萧府啊？再说你回来的时候，不也没告诉他们吗？我是拍戏的时候啊，恰巧遇到淑仪了，我根本拗不过她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见过萧伯伯和七姨娘了。这么说，你见到萧老三和林杭景了？哎呀，你干嘛进去给自己添堵啊？爹，我知道你心里担心什么。其实我这次回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他，你看我都没有跟三哥讲，其实我是为了我的事业而来的。那这么说，你不在乎萧老三了？我在法国学到最重要的就是法国人的自由和随性，即使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也要祝福他们。
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。你看凤琪，简直就像变了个人。不过我今天看他，倒是把老三当哥们儿处了。我就知道你正在担心这事儿呢。那总不能因为长辈的几句玩笑话，让孩子们之间互相生分了吧？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弄不好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了呢。哎呀，还有啊，你让凤琪住咱家里，也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老郑的怒气。这老小子是个认死理的人，两家多走动走动，正好别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见缝插针。啊，害怕了？牵着我的手。切，我不怕。你看你在我身边翻腾的跟只小兔子一样，我还能睡得着吗？爹，哎，老三，来得正好，坐下。有件事，正想让你知道。华东第3旅的吴志平来电，说是要想投靠咱们影军。吴志平？嗯，他手里可有3000人的加强团，算是员猛将了。那您是打算收编他，还是？就是因为他实力很强，我也听说了。康敬雄最近也一直在拉拢他。如果我们这时候收编了吴志平，必定会惹恼康敬雄。我跟康敬雄不管怎么样，也全都是金都军的麾下，现在也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。所以说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爹，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您。影军高层内貌似有内鬼，一直在跟康敬勋那边勾搭着。在我驻守火阳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不对劲。我一直让韦一还有子俊暗中调查，后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现在军中的都是跟您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若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也不敢跟您提这茬。请您过目。这件事情，还请您务必相信我。你的这些叔伯呀，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今后也是你的靠山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：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如果查到最后，他们都是清白的，
你这是会寒了人心，更会乱了军心。所以，事情没凿实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爹，还望您先不要急着收编吴志平。我希望您跟我演出戏。我跟我姑妈说了，你们家怎么样？淑仪，我们家这边也没什么。你看，那我回头找日子吧。哇，这是送给我的？嗯。哇，真漂亮！快戴上试试。来，这样吧，我帮你。斜一点。这样，好漂亮啊！谢谢凤琪姐姐。很适合你的。哎，对了，凤琪姐姐，你昨天教我说的那句法语，哎呀，太难了，我舌头都打不过弯了。你多练练就好了。你要喜欢法语，我可以天天教你啊。好啊，不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我爱你。等你见了沈大公子以后啊，就可以说给他听了。哎呀，连你也拿我打趣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教你的第一句法语，也是我对你的祝福。我希望你跟他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你也能够得偿所愿。凤琪姐姐，你真是我的好姐姐。这件事情只有你了解我，只有你懂我。我好希望你嫁给我三哥，成为我的嫂子。那个林行景，连你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，真不知道我三哥到底怎么了，被他弄得五迷三道的。我觉得行景人挺好的呀，美丽、娴静、有文化、有智慧，而且他对贫困的人也很有爱心，让人情不自禁的想接近他呢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他？他娴静，才不是呢，天天就知道装模作样。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三哥，真是为我三哥打抱不平。什么意思啊？凤琪姐姐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林行景啊有个初恋就在北新城，而且还是个卖风筝的小子。卖风筝的？对啊，你说他好歹吧，也算是个书香门第的千金，怎么会跟一个卖风筝的不清不楚的？不过呢，人家吧倒是也有名有姓，叫穆子正，但是我听说他后来好像不知所踪了。应该是把林行景给抛弃了吧，所以啊，他这才改口要嫁给我哥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更过分的是，我哥居然毫不介意，答应要娶她。那林行景，我左看他不顺眼，右看他不顺眼，我三哥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啊，千真万确。司令，我美吗？你头上戴的什么鬼东西Je t'aime, je veux battre mon cœur。淑仪，你说的什么鬼话呀？你别把自己的舌头给咬着。七姨，你这就土包子了，这是法语。行了，行了，大白天的在家里胡言乱语的，这哪儿拔的野鸡毛插在头发上？成何体统？这怎么就是野鸡毛子了？凤琪姐姐还夸您开话呢，我看你就是个老顽固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呀也学学你三嫂，做任何事情都有模有样的。你看人家那学校办得多好啊，我一出这大门，人人都夸。爹，您忘了，您一开始也不同意他办学校的，现在外面夸的人多了，您就开始飘了。哎，淑仪，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？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
我看呀，就应该把你送到杭景那个学校，好好的学一学。我才不给他当学生呢！想得美，不去。Je t'aime, je fais pas de mon gars。疯了。已经8点了，那人怎么还没来？不会不来了吧？吴志平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，这个人一定会出现的，盯紧点。是。盯紧戴帽子那个人。5分钟前路过一次。是。就是那个人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站住！老板，你说外面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大动静啊！那边包抄，进入他去路，追！站住！快点！人呢？没看见。去那边看看。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？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？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？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？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痛？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，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？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。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，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。我真心拥有过，哪怕短暂
心划过